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脑电基础模型泛化。该研究由南加州大学团队主导，旨在穿透跑分幻觉。他们提出在真实物理限制下重新评估脑电基础模型。传统全量微调评测掩盖了模型在低资源下的真实效能。新框架关注模型在现实约束下的全面泛化能力。封面发光大脑与 EEG 波形暗示智能交互新时代。研究指出，现有跑分无法反映低算力少数据的真实环境，因此需要一套极限压力测试，模拟电极缺失等场景。这项工作为脑机接口 2.0 落地提供了关键评估指南。脑电技术正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应用场景，差异巨大。临床重症监控采用256通道信号高达 95%， 噪声几乎为零，实验条件严格受控。日常穿戴脑机接口只有5个电极，噪声极强，信号质量仅为 0%， 噪声贡献接近 100%。核心挑战是让 AI 在如此低信噪比下工作，电极极少，个体差异高，环境充满未知。如何让大模型在物理限制中适应真实世界？脑电大模型爆发式增长，跟随语言模型趋势。红色曲线显示语言模型参数数据激增，蓝色曲线代表脑电基础模型紧随其后。模型 LaBRAM 采用海量 token 预测，模型 C-BRAMOD 有27000小时预训练，模型 CS-Brain 进行跨尺度时空重构。三大模型旨在解决脑电数据荒与个体差异。海量无监督预训练能否克服数据荒与个体差异？全量微调跑分掩盖了低资源环境下的真实效用，有无限算力、充足数据和64到256通道，现实部署算力受限，极少数据5到10电极，因此实验室表现无法直接迁移到日常场景，边缘设备无法全量微调，且数据采集成本高昂，通道阉割破坏模型依赖的高密度空间信息，这需要全新极限压力测试标准来评估鲁棒性。标准应模拟算力、数据和通道的物理限制。该框架从参数效率、通道效率与样本效率3个维度重新定义评估标准。参数效率衡量模型在极少算力下的下游适配能力，样本效率考察模型在极少数据时的快速学习表现，通道效率测试电极数量锐减后模型是否保持鲁棒性。核心理念是将基础模型当作科技产品，在真实物理限制下全面测试。这区别于实验室理想环境下的传统跑分，3个维度覆盖了算力、数据和通道的核心现实瓶颈。它们共同描绘出模型在真实部署中的泛化边界。本次评估共有3个脑电大模型。LaBRAM 拥有580万参数，2500小时数据。C-BRAMOD 拥有500万参数，27100小时。CSB2 拥有900万参数，9000小时数据。3个模型参数规模接近，但数据量差异显著。它们的预训练目标也各不相同。电池图标直观展示数据量差异，这为后续评估提供了对比基础。EEG-NET、EEG-NEX 和 SparksNet 是3类经典监督模型。EEG-NET 是轻量级卷积网络 BCI 经典霸主。EEG-NEX 借助步长卷积捕捉局部时序信息。SparksNet 采用1为 CNN 和密集残差连接。这些模型参数量极小，通常仅几十万级别。相比大模型动辄数百万参数，它们极为轻量。但在特定 BCI 任务中，它们展现出惊人效率，因此被选作评估泛化能力的对比基准模型。评估脑电基础模型需要覆盖多种应用场景和任务时长。该框架采用了6个公开数据集，形成系统测试矩阵。临床诊断场景包含癫痫事件、抑郁症与睡眠分期。脑机接口场景包括错误相关负电位与运动想象。任务时间窗口从1秒的短程跨越到30秒的长程。短程任务如 BCI 和 ERN 窗口只有1到4秒。长程任务如睡眠分期和抑郁症分类长达数十秒。该设计区分不同时序尺度下模型的泛化能力。全量微调测试首先衡量大模型在理想算力条件下的性能上限。在长程任务如抑郁症和睡眠分期中，大模型取得完胜。Kappa 指标提升 4.2%，F1 提升 4.0%， 验证了时序建模优势。预训练模型能有效捕捉数十秒内的全局生理节律特征，但在短程 BCI 任务，例如错误相关电位中，情况完全反转。轻量级卷积网络不仅追平，甚至能反超大模型。
庞大参数在秒级脑电窗口内并未带来直接性能红利，这表明基础模型并非万能，其真正优势集中在长序列参数效率衡量模型在算力受限下的适配能力。全量微调需要更新所有参数，计算成本很高。线性探测则冻结编码器，指训练分类头，它用于评估预训练特征的底层表征质量。LoRA 微调仅更新极少数参数，如 2% 到 4%， 它能在保持接近全量性能的同时降低算力。参数效率得分 PES 等于微调结果减去随机结果，再除以全量微调结果减去随机结果。该得分越接近1，表示微调策略越高效。线性探测揭示了大模型表征质量的明显分化。Libra 模型其长程表征质量约比短程高出 18.3%。CB-ARMOD 模型在长程任务上其表征优势达到 12.3%。CSB-ARMOD 平均长程比短程高出约 12% 左右。短时间窗的底层特征提取存在明显缺陷，这说明预训练模型更擅长长序列时序建模，但线性探测未参与微调导致短程缺陷。LoRA 微调用 3% 参数实现了 95% 性能，在抑郁症与 TUEV 任务中几乎复刻准确率。脑机接口任务中，两模型得分达 0.95。更新全量参数的边际收益已极低，资源受限场景下 LoRA 是最优落地解，它用极低成本保留了大部分预训练能力。这一发现为边缘设备部署提供可行路径。脑电大模型落地需优先考虑 LoRA 策略。样本效率衡量模型在极小额数据下的泛化能力。挑战场景包括仅5分钟的脑电数据或2小时的睡眠记录。SED 得分大于1，表示大模型击败了从头训练的监督模型。该指标量化了数据匮乏时的性能差距。预训练模型理论上应具备更强的少样本学习能力，但实际表现取决于任务类型和数据特征。这一维度直接关系到临床和消费级应用的可行性。在标注成本高昂的场景中，样本效率至关重要。睡眠分期任务中，大模型展现显著样本效率优势。红色曲线对应脑电大模型搭配 LoRA 微调方式，蓝色曲线是传统经典监督模型的性能表现。在极低数据预算下，两者的差距急剧扩大。在仅240个样本预算下，相对效率值已达到 3.12。该数值表明相对效率提升达到了惊人的 312%。数据越少，预训练大模型的降维打击越明显。这证实长程任务大模型样本效率碾压传统方法。脑电基础模型在短程 BCI 任务中样本效率不佳。折线图显示 CS-Brain 表现始终低于 EEG-NET。极限测试仅使用50个样本，约5分钟数据。CS-Brain 的样本效率得分持续低于1，这意味着预训练未能带来泛化优势。轻量级传统 CNN 反而取得更好结果。短时间窗口任务中，大模型捕捉动态不足。当前预训练策略对短程任务仍存缺陷。一项数据分配实验揭示了重要的反直觉结论。极低数据预算下，总样本量比多样性更关键。天平左侧增加受试者数量，但单人样本减少；右侧锁定少数受试者，增加单人样本密度。实验结果显示，总样本量的决定性远大于多样性。标注资源极度受限时，应优先提升总数据量，盲目追求覆盖更多受试者反而可能降低效率。这一发现为低资源数据采集提供了明确指导。维度3通道效率考察模型对电极减少的适应力，展示电极从全覆盖到稀疏再到单一脑区降级。全覆盖有64的电极，稀疏排布每脑区仅1到3个，单一脑区只保留额叶或中线处的几个发光点。消费级穿戴设备如睡眠头戴只容纳极少电极。大模型能否在空间数据残缺时保持鲁棒性，这决定了脑电基础模型能否走向日常穿戴场景。通道效率维度正是为此设立的极限压力测试。当通道数量减少时，大模型性能明显下滑。稀疏排布和单脑区下，经典 CNN 更优。镶线图显示 EEG-NET 的中位准确率更高。这种脆弱性源于预训练对密集空间信息的依赖，大模型缺空间感应偏置，难适应稀疏电极。在消费级穿戴设备上，大模型反而成为短板。
这意味着当前预训练范式存在空间表征盲区。下一代模型必须补上空间鲁棒性的关键短板。大模型将脑电信号切成秒级粗粒度 token， 这种切片方式适合捕捉睡眠等长时程节律特征，但会抹杀短程 BCI 任务的关键瞬间动态，例如事件相关电位 ERP 持续仅几百毫秒。粗 token 令 ERP 信号平均化，导致细节丢失。监督 CNN 采用紧密排列的小窗口切片，小窗口能保留毫秒级的局部波形特征，未来需要多尺度自适应分磁器弥补此缺陷。经典 CNN 在短程任务中依然表现突出。EEG NEX 步长卷积能高效锁定局部特征 ，Transformer 全局注意力计算冗余，很难精准抓住极短时间内的波形细节特征，因此短程任务更依赖局部特征提取能力。步长卷积机制通过层级递进逐步聚焦关键点，这种优势使 CNN 能抗衡甚至反超大模型。局部特征提取是短程 BCI 任务的关键基础。下一代脑电大模型需要补齐3个关键短板：显示短程动态建模，引入多尺度自适应分磁器，告别固定的1秒 token， 捕捉瞬时神经动态。通道拓扑不变性，让模型摆脱固定电极阵列，学习大脑信号的几何空间映射，提升空间鲁棒性。极致参数与样本适配，深入结合 LoRa 等技术。目标是用5分钟脑电数据实现即插即用，这样才能跨越论文跑分到临床落地的鸿沟。脑电大模型测评全景图揭示了3个关键结论：长程任务中大模型占绝对优势，样本效率惊人 ，LoRa 微调效果堪比全量微调，性能损失极小。短程任务中监督模型反而占优，大模型表现平庸，原因在于 token 力度过粗，丢失了关键细节。硬件降级时通道数量减少，大模型性能陡降，缺乏空间鲁棒性，这是当前预训练的一大盲区。真正的泛化是在物理世界的极度受限中保持优雅。下一代模型需补齐空间鲁棒性与瞬时动态捕捉。